知道歌词在讲什么，究竟能提升多少演唱会的体验？几个月前我买了一张 Bad Bunny 在西班牙的演唱会的门票，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几乎听不懂他在唱什么。所以在去演唱会之前，我决定把他的西班牙文歌曲从里到外学透，看看当我真的听得懂每一句歌词之后，这场演唱会的体验会有多大的不同。Hello， 我是阿迪，又来到阿迪外文的系列。这次我们要来重新学习西班牙文。上次是挑战第一次去南美洲，在飞机上学会这个语言，但那也是将近2年前的事情了。我大部分已经忘光了。但是因为这次要跟4教练一起探索西班牙，所以想说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来复习一下这个语言。同时，我也在今年美国的 Super Bowl 迷上了 Bad Bunny 的音乐。Bad Bunny 是一个来自波多黎各的歌手，也是近年全球最成功的西语歌手之一。不只是拉丁音乐圈，他是全球串流次数最高的音乐人。如果不认识他的话，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他今年在 Super Bowl 的那一场表演，非常的有生命力。虽然你会听懂他的歌词在讲什么，但是完全就是一个视觉跟音乐的飨宴。而且重点是，他刚刚好会跟我在马德里的同一个时期在那边开演唱会。那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少数能够听他现场的机会。所以我们这次的计划就是要用 Bad Bunny 的歌词为教材，重新学习西班牙文。不过我们在去西班牙之前，我排了1个礼拜要去日本治疗我的皮肤，所以我们影片的一开始呢，会先在日本边休养边学西文。我们又回来啦，土佐清水。这是我第4次来这边治疗，其实我去年就已经带过妈妈来这边。哎呀，这是个熟悉的地方。我第一次来是2016年，10年前。哇！但这里很神奇，这边10年如一日，像是一个时光胶囊一样，什么东西都没有改变。不过现在来这边治疗，交通有方便一些了。我还记得10年前我是要先从台湾飞到东京，然后转机到高松机场，然后再搭 JR 转巴士才能抵达这个医院。光是通勤就要花1天多的时间，但现在从桃园机场到离这里最近的高知机场有直达班机，是虎航的 IT250，早上的飞机大概中午就到，租个车开2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这里，等于是你在半天内就可以抵达，然后就开启你的疗程。那这边的疗程我之前已经有拍过非常详细的影片了，等一下就是泡石头浴，然后全身擦药，然后包起来像是木乃伊一样。好的，木乃伊形态的阿迪完成。这里疗程就是只有早上而已，中午之后就都没有事了。就待会简单吃个午餐，回民宿，准备开始学西班牙文。这次来是住在这个夕日民宿，还是在一个海边山上的民宿，是一个这样子的空间。这里一共有4间房间，然后1楼是一个很大的餐厅公共空间。带大家去看我的房间。是像这样子一个还蛮大的长长的和室，然后这边最赞的是它有一个阳台，可以坐在这边看海看夕阳。哎呀，很多人都说异位性皮肤炎年纪越大就会越轻微，但这个好像对我不太适用。我已经快要40岁了，但是还是要一直面对皮肤很容易过敏跟发炎的困扰。最近这1-2年有越来越不稳定的趋势，就是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但每次来土佐是会被提醒自己过去的影片有帮助到多少人。只要是在这边遇到会讲中文的病友，基本上全部都会说是有看过我10年前的这影片，所以才知道自己这个病还有这个选择可以来这边休养。然后大部分的人都有得到很不错的改善，所以不错啦，就是透过这个病会有累积一些阴德值。好，那下午全部都是空闲时间，我下午已经约好 Amazing Talker 的课了，但我还没有跟老师讲说他教学的限制是只能用歌词教我西文，所以我在上课之前呢，我先来做一些准备。好，我基本歌词准备好了，就把所有的歌词写下来，然后翻译也都查好了。接着我们用这个当基底来上课。好，我们今天呢又是邀请到我们的学让老师。Hello， 我上一次学西班牙文也是跟学让老师嘛，不过这次的挑战有一个特别的学习条件。我到西班牙的第1个行程就是要去听某一场演唱会，所以呢，我们这次的学习就是全部都只能用这个歌手的歌来学。真的哦，好，可以。你有这样上过课吗？我没这样的。好，那我们正式来上课喽。老师，我们现在呢只上到第2个歌词，我们已经上了2节课了。上不
快啊！真的是前面就好多东西要复习啊，我真的太多东西已经忘记了。我们下节课继续啊！我心态要炸裂了，这些欧洲语系的好困难，每次的那个动词变位都要全部重新学，激烈的用脑2个小时，真的是让我回想起之前在考那意大利文检定，每一天都在读书的那种烧脑状况啊！不管了，先去吃饭。这个民宿它早餐跟晚餐都非常的丰盛。这是我们今天的晚餐，吃饱之后再来把刚刚上课的东西复习一下。好的，今天是我在日本治疗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们最后一天上课。我们连续上了4天，1天2节，总共8堂课。这8个小时下来呢，我们现在进度飞快，已经上到了第1首歌的副歌。Bad Bunny 的歌真的有够复杂，他的歌词里面用了各式各样的时态，不止现在式、过去式，甚至还有虚拟式。哇，这个学意大利文的噩梦都回来了，因为它里面讲到很多希望怎么样，这个 Ohara K 后面要加虚拟式，因为是他一个投射啊，这个我算了不要讲，反正就是很复杂的文法。然后他同时又为了押韵，有做了很多文法上面的转弯，就是省略掉一些东西，移位一些东西。你真的仔细去研究这个歌词的时候，会发现里面太多东西要学。那当然，我也是太低估学长老师能够延伸教材的能力了。他真的是随便拿一个歌词，然后就可以把它延伸出来一整个讲义，就满满的全部都是例句，然后还有所有相关连结的概念，全部都可以讲一遍，非常的厉害。但是呢，对我来说是非常糟糕的消息，因为我本来是买了10堂课，我想说大概一首歌学个2个小时，那这样我10堂课就可以刚刚好把它5首最有名，然后一定会在演唱会上面表演的歌都学完。我现在只学到第1首歌的副歌。你看我的笔记，6句歌词，它可以延伸出来的是这么多的文法跟例句，而且这里其实还没有完整全部写到，还有很多只是在老师的线上笔记上，每一页都是满满的。哇，天哪！你看我上课上到胡子都长出来了。好，所以首先呢，我要在家买课程。我一直以来都是在 Amazing Talker 上面上家教课，然后我真的最喜欢它的一个功能，就是它的那个预约课程。因为我自己的时间很满，但是你在上面可以非常清楚看到哪一天这个老师在哪一个时段有空，所以我很能够挑自己方便的时间就直接预约上课。那我再买个5堂，这样子就还有7节课。那这边也是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 Amazing Talker， 它是台港最大的1对1线上家教平台，平台上面有超过1万名老师可以选，而且除了像我这样子学语言之外，也有程式设计还有投资理财这类的专业课程可以选。所以不管你是想要加强你的语言，还是学习专业技能，都可以在 Amazing Talker 上面找到适合你的家教。那因为我之前都是跟学长老师学意大利文，那他也精通西班牙文，所以我这次就直接找他上课了。不过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 Amazing Talker 找老师，可以在平台首页的搜寻教师找到老师们的课程摘要跟学生评价，或者直接使用平台的 AI 智能推荐功能，只要输入你想要学的课程跟学习目标，还有可以上课的时间，系统就会自动帮你配对适合的老师。每次只要预约1堂课，不用绑约。不管是出国前想要练口说，下班之后想要补充一个技能，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培养一个新的兴趣，都蛮方便的。那一样可以点击资讯栏的连结来领取新用户专用的10美金课程兑换券。哦，回到台湾了，这次治疗的成果很不错。要学习 Bad Bunny 的精髓，很重要就是要一直 A 来 A 去的。他真的 A 很多次已经 A 了不知道20次了吧 ？Lady Gaga， 这个是他们真的是结婚哦。这2个人他真的就是在他的演唱会上面结婚。他在这段表演里面 A 了60次。我们上到现在已经几乎把第1首歌学透了，但我其实对照回去听那个原曲啊，我发现还是有一个问题。Bad Bunny 他唱歌实在是太糊了，你知道吗？就算我看着歌词哦，然后听，我还是会听不懂他在唱什么，就含了一颗卤蛋在唱歌那样。我其实刚开始跟的时候，我也跟不太上。中南美洲的人啊，像他们在唱歌的时候，很喜欢把一些词啊省略掉。比如说，他一直说什么要帮你拍照，说 mas photo， 在那 mas photo 啊，要称霸那个流行界，就是要像周杰伦这样子都含卤蛋，这样子唱歌比较会有人气。上课上到最后一刻，
我家买的课程也都上完了，我也终于把 Debbie Tila Ma Photo 整首歌滚瓜烂熟，每一句歌词都学会了，真是花比我想象中多的时间。我强烈呼吁全台湾西班牙文系可以把这一首歌拿来当做虚拟式的教材。它在一首歌里面把虚拟式所有可能的用法都用上了。气疯，老师说通常虚拟式要花20堂课才能全部上完，我在这一首歌里面就全部上完了。好，然后我时间真的抓得非常紧，我待会马上就要飞西班牙了，行李刚整理好。我到刚刚都还在上课，我刚刚上完最后一堂课才出门。啊，真的哦？对啊，哇，厉害！西班牙？对 ，Español， 前往机场。我这次搭国泰航空，然后是我第一次来，在桃园第一航下他们的贵宾室，很漂亮哎，而且他们不止一区，这是第1区，然后这里有一个吧台区。感觉很像那种日本的拉面店。它刚在前面迎宾就有一个小区域了，这里在1区，然后前面还有另外1区。哇，非常的都会，有那种 loft 的感觉，而且人没有很多。然后这个走到底还有一个酒吧，好漂亮哦！我其实有好长一段时间都以为国泰航空跟国泰世华是同一个公司，但是后来才发现他们没有互相隶属的关系，他们只是单纯都使用了 Cathay 的这个字。点一个牛肉面，这个是红豆包。Bueno， 登机喽！耶，商务舱。我们这班飞香港1个半小时，然后再从那边转机直飞到马德里。今天的晚餐是青椒牛肉。Bueno， 香港的国泰贵宾室是延续同一个色系，比较暗的木头。它这边也有吧台区。哎呦，国泰不错哦。真的不是我乱说，你看它连这个绿色的吧台也是一模一样的设计。它可能不同国家都有一些装潢的原则，所以每个国家的贵宾室都会长同一个风格。国泰长途飞行的商务舱，它的格局蛮像长荣航空的，这里有一个很大放鞋子的空间，然后这个可以弹起来，感觉这个床很完整，一路到这边全部都是床。我刚刚在飞机上把其他的歌词也都大致上看熟了，觉得 so ready for the concert， 演唱会就是今天晚上，非常期待。Gracias。好，我们这次在马德里的住宿，快速导览一下我们这次的住宿。一进来先有一个走廊，然后这边有卧室，然后中间的厕所卫浴，然后在另外一个卧室。另外一边的话是有一个小小的，但是还蛮完整，什么东西都有的厨房。再来这边是有洗衣机，这还蛮实用的。这个走廊结束之后就是接到公共空间，它的公共空间被切成2块，这边是一个餐厅区，然后这里这个柱子比较烦一点，但是这里看过来客厅很漂亮。我当初就是看这个客厅下定，还有另外一个卖点是外面这个露台，哇，非常宽敞。但是有点可惜，不知道为什么绑这个绿色的布，超深。不过这个季节来西班牙比想象中的热，现在才早上而已，就好热了，可能不太会待在这个外面。然后这边还有更多房间，这里走进来第3个卧室，然后第4个卧室，这里是最大的主卧，然后这2个卧室共用一个卫浴。好，打理完成。那这是因为来西班牙也是4角恋嘛，所以需要找4个房间的住宿。这间在超级市中心，这边1个晚上快2万，这样除下来1个人大概是1晚4000多。那今天只会有我1个人，我待会就是吃个午餐整理一下之后，就可以准备出发去看演唱会了。西班牙的交通也是很地狱，我刚刚光是叫车就等了半小时，然后现在卡在这个隧道里面，在龟速前进。我是7点半要入场。我现在光是预测的时间，我7点20分才会到。他如果一直卡在这边的话，我可能会迟到错估那个要等车的时间抓太紧了。我已经正式的迟到了，但我不知道我那个入口会不会关闭。原本显示 Google Map 是说开车40分钟就可以到了，我开了大概1个半小时还没到，应该要搭地铁了。到了，我赶上了，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迟到太久吧。我应该是他说最晚7点半，然后我7点35分到，但是我还是有拿到这个
VIP package， 因为我买的票是一个就是 VIP 票，对，可以提早一点点进场，但是对我来说可能我根本也没差，因为我压最后时间进场。他刚刚说是 Puerta Nueve， 所以9号门吧。这边的人很奔放。晚上7点半了哦，太阳还是这么大。这边好像9点多才太阳下山吧？哦，还很远哎。9号，他说一个人在国外听演唱会，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孤独指数很高的一个活动？他们很多人都戴这种帽子，这帽子是还蛮代表波多黎各的帽子。哦，我进来喽。我上次听演唱会好像也是在国外，应该是东京的 Billie Eilish， 然后再上一次应该是新加坡的 Lady Gaga。哇塞，好像一个超大型的派对哦！我是 Row 10，我很近哎。VIP 票贵的果然是有道理，我这张票应该是台币要1万多块2万块。对，好，这里是我位置。好，一个人看演唱会还是有一点孤单，但是这边的 view 很好，有一个这个 name tag， 还有一个这个上面就是 DTMF， 就我学了超级久的那首歌，还有一个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哇，这什么啊？好丑哦，哈哈！这是他那个 MV 里面很常出现的青蛙，行动电源。好的，而且我左边右边都没有人，超级孤僻的。它除了下面的摇滚区之外，它舞台周围也是人，然后后面也有一区人呢，四面八方的都是群众。舞台其实相对蛮小的，而且放眼望过去，我好像是唯一的亚洲面孔。哇，直接卖烈酒的耶！他就这样背着一堆酒走来走去卖。Un aplauso para Mami Papi, porque en verdad rompieron. Pequeña y sencilla de la vida. Cómo reír, cómo bailar, cantar, brincar, sudar. 终于好像有一首我听过的了。中场休息了，中场休息。我刚刚有听过的，其实只有4首歌而已，因为我大部分听比较熟的是他那个第一张专辑的歌，然后我有把所有歌词查到我听得懂的，就也只有第一张专辑里面的，所以他其他专辑比较没有那么熟的，我就是会有点状况外。然后呢，这里我觉得音响效果没有到那么好，可能是这边的 acoustics， 它的那个回音很大，就你都听得到一个声音的2次3次，所以他在 talking 的时候，我基本上完全听不懂。第一个，他就是讲西文就已经很快了，然后就加上这个场地，让他那个声音变得好糊，所以除非他讲真的超级简单的什么把变或者什么 Muchas gracias， 不然的话，其他我全部听不懂。
哦，在那边，在那边。啊，被挡住了，被挡住了。这是之前那个 Super Bowl 的第一首歌。Titi may play Ginto。而且那个房子就是那个在 Super Bowl 里面一样的舞台造型。今天这场有点像是一个延长的 Super Bowl 演唱会。哇，好近哦！我靠，好近哦！他大概花了10分钟有，就是这样绕一圈，跟每个人击掌。我觉得这边的有座位的席次跟下面摇滚区没有任何差别，不会有人坐下来，你知道吗？他全程站着，他每一首歌都是嗨歌。刚刚那个来宾我完全不认识，但是附近的人都还蛮激动的，不属于这个文化圈，应该是西班牙或者是拉丁美洲很有名的歌手吧。就是这首歌我选的，它西班牙的超久，最后一首，这应该是压轴歌了。No te olvides de disfrutar las cosas sencillas de la vida, las que parecen pequeñas pero pueden ser gigantes, como reír, como bailar, cantar, llorar si es necesario. No desperdicies tu tiempo pensando en errores del pasado, guardando rencor por cosas que ya pasaron. Del pasado se aprende, pero no lo podemos cambiar. Y como dice la canción, mientras uno esté vivo, uno debe amar lo más que pueda. Ámate a ti mismo, tal y como eres. Ama a las personas que te quieren tal y como eres. Los que vinieron contigo esta noche, si tienes un ser querido al lado, dale un abrazo y dile lo mucho que lo quieres. No lo dejes para luego, aprovecha ahora. Y nunca te prometo que estén aquí presentes. 他叫我们要跟身边的人互相拥抱，但是我一个人。好，我回到民宿了。我其实觉得蛮可惜的，因为我的西文还太初阶了，没有办法听懂 Bad Bunny 在讲什么，然后还有大约一半的歌曲我是没有到那么熟，也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不过那些我有学起来的歌，就是除了旋律熟之外，也听得懂歌词。我觉得有提升一部分演唱会的体验，特别是这场演唱会，我觉得气氛能量很高，大家都在合唱啊、跳舞啊，跟一些我以前去过的演唱会比起来，是一个能量明显很高的演唱会。但我觉得这场演唱会，其实如果说以舞台精致度或是细节，还有特别是那个音响的等级，我觉得不比其他我有听过的国际型的演唱会，但感觉大家也没有在 care 这个，非常享受在那个氛围当中，而且这个气氛会感染，然后我觉得这个是现场活动没有办法被取代的最核心的价值。那这次的外文企划，我觉得是一个一半一半，就是好像还没有到可以完全享受这个演唱会的程度，但是有让我体验到当 Latino 一日歌迷的感受，所以这边推荐给大家，如果你喜欢的歌手也是用一个外语唱歌的话，可以透过你喜欢的歌曲学语言，会增加很多的动力。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阿滴外语，那也是开启我们西班牙的第一季。那下礼拜再继续我们在西班牙的探险。好，下次影片见，拜拜。